朱棣通过模拟器看完朱祁镇的一生后，差点没气背过去，于是叫来好圣孙詹基啊，你跪下，爷爷求你点事儿。他胸脯拍得砰砰响，爷爷请说，孙儿保证能让你满意。好，很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不是，爷爷到底啥事儿啊？朱棣瞥了他一眼，是你大婚的事儿啊。爷爷决定了，再推迟2年。一想到那个重孙朱祁镇，他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如果不是模拟器查不出这孙子生母是谁，他现在已经派人过去暗杀了。朱瞻基是真的懵了呀！整个大明朝也没像他那样20多岁的大龄单身啊！他是真的要哭了。但黄爷爷说一不二，没办法，只能含泪答应。接着朱棣说：“老大，你过来。爹，啥事儿啊？你每天去军营2小时时间不够，再加上锻炼3小时起步。”朱高炽汗都下来了，他本来就不是干体力活的，哪受得了这个啊？之后，朱棣叫来朱高煦和朱高燧，汉王爷，我交代你去监管永乐大典的编纂，你是压根儿没放心上是吧？也是，反正我老头子活不长，你估计成天都想在我死了后怎么造反吧？老二吓得身子一抖，他想造反的确不假，可老头子不是还没死吗？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个当儿子的怎么可能会造您的反？朱棣冷笑，你是不敢造我的，但你敢造大侄子的，而且每次模拟都不间断。想到这儿，心里来气呀！你能比詹基强？彻底！哦不，先慢点疯狂。突然有个大胆想法，要不就让老二来当这个皇帝试试？反正他模拟器在手啊，就算老二当的不行，也可以随时改主意。是了，这才是模拟器真正的用处啊！于是忽然变得热情。老二累着了吧？来爹旁边坐。朱高煦懵了，老大、老二和大侄子也都懵了。他们想不通，老头子不是最看不惯老二这股造反劲儿吗？怎么突然变了？至于你嘛，一直坐在旁边摸鱼。朱棣语出惊人：“老二，你跟爹说句实话，想不想当太子？”这话一出，全场都震惊了。不对，老爷子肯定在试探我，连忙把胸脯拍得砰砰响。爹，太子是大哥的，我不想当。这个回答，老头子该满意了吧？谁想到朱棣更生气了，指着鼻子骂：“懦夫，我没你这样的儿子，给你个太子都不敢当。”说实话，他在模拟器内看几个崽子斗的是你死我活，尤其是老二，每次都被大侄子做成北京烤鸭，他是真的要吐了呀！朱高煦快哭了，爹，我都说了不造反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朱棣皱眉，他懂了，肯定是自己态度转变太快，让老二误会，于是温和道：“高煦，爹没说你造反，只想问你愿不愿意当太子。”这接二连三的态度让大家都怀疑了，不是老头子难道真的是要老二当太子？朱高煦想着，难道爹对大哥不满意了？一记龙屁拍过去，爹，您是皇帝，您想让谁当太子，谁就是太子。朱棣呵呵一笑，好，很好，拍拍肩膀，老二啊，想当太子的话就好好表现，爹看好你。他这么说啊，就是想看看朱高煦在模拟器中的表现，但这话让朱高煦 PTSD 都犯了。当初进南之前，老爷子经常拍着肩膀说：“世子多病，汝当勉励之。”他当时听得老兴奋了。后来老爷子当皇帝了，又说他尖嘴猴腮，哪有一点帝王之相？忽悠，接着忽悠，你看我信不信你半个字儿就完事儿了？爹，我不想当太子，我还是当我的汉王吧。在场所有人都感觉不可思议，这还是那个整天把造反挂在脸上的老二吧？老大和朱瞻基松了口气，但朱棣不 happy 啊！我是真的想让你当太子，怎么就不信我这个爹呢？语重心长，老二啊，爹不想骗你，如果你表现好，这太子之位也不是不可以考虑。不说还好啊，一说朱高煦更坚定，看看，考虑，这不还是在画饼吗？爹，我是汉王，太子是老大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，可别找我。朱棣真的是要吐了呀，这可是太子，这么好的机会就拒绝。想到这儿，是气不打一处来。那你给我站起来，在我这个宫里，只有太子能坐，你这个汉王给我起立！这话说的让一直坐着的你有点尴尬。您这指桑骂槐的说谁呢？但刚抬起半拉屁股，又被朱棣叫住了。没说你老实坐着。朱高煦也是赌气，站起来往老三那边走，嘴里还嘟囔：“我就知道您是故意针对我，还只有太子能做，那为啥老四坐着？您想让他做太子吗？”老三朱高燧是脸都绿了呀！二哥啊，我招你惹你了吗？没看老头子生气了，可他已经在角落，想换位置都不行，乖乖低着头装死。朱瞻基一听这话，心里有想法了，连忙拉过一把椅子，要让老爹坐下。可刚一动，朱棣就发话：“怎么，我这破寝宫也站不住您太子爷和太孙了？要不要我这个位置也让给你们？”老大看看笑笑，连忙站得笔直。朱瞻基心疼老爹啊，老爹胖，站这么一会儿，汗已经下来了。爷爷，您刚不是说了吗？我爹是太子，坐下应该没事吧？朱棣本来想发火，但看老大一脸虚的样子也心疼。你就算再喜欢吃，也不能吃这么胖啊！哎，行了，坐吧。哎，谢谢爹。朱棣又看向老二，发现他和老三在角落。你们跑那么远干嘛？是翅膀硬了，不想跟我走一条路了？
我哪敢啊，就是吃不了您画的饼，怕噎着。朱高燧心惊肉跳，二哥您想挨打别拉上我呀，小心翼翼往旁边挪。朱棣叹口气，高煦啊，爹也是想历练下你，看看你的本事。他强忍火气，不是不行啊，实在是重孙朱祁镇给他恶心坏了，一定要看看大明如果换一个继承人，会不会变得更好。看老爷子话都说到这份上，朱高煦眉头一皱，难道爹是真想让我当太子？想想最近老爷子的确有点不正常，让老大去经营，让他去监管永乐大典，一连串信息加一起，他懂了，他全都懂了。一拍胸脯，爹，既然您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我这个当儿子的肯定要让你满意。爹，您就调好吧。朱棣满意点头，我家老儿子最乖了。看向一旁的朱高炽，老大，我想看看老二有没有管理国家的天赋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老大看得很清楚，爹，这天下是您的，您想让谁当太子，谁就当太子。他了解老大本事，而且就是他手上扶持起来的势力，也足够保他一家无虞。朱棣满意，拍拍肩膀，高炽啊，你也是个乖孩子。行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不过走的时候，这老三是满脸委屈，老大老二是乖孩子，老四是孝顺孩子，大侄子是好圣孙，只有我除了被骂还是被骂，难道只有我不是亲生的？你准备走的时候，被朱棣叫住了，你摆摆手，爹，我不想当太子，您还是别跟我说了。朱棣是满脸无语啊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建设新京城的事儿真的没问题？你拍拍胸脯，爹，只要您帮我搞定那帮大臣，我肯定没问题。等你回去后，或者脑海腾腾欲裂，秦始皇、项羽哥俩全都活跃起来，哟呵，又来新人了呀！不知道这次新人实力怎么样？没错，每过3年，你的脑海里就会觉醒一位历史名人灵魂。没一会儿，一个中年男子出来，这是哪儿？嬴政第一个上去打招呼，报上你的名字和擅长的东西。那人道：我姓韩，会点兵法。项羽一下子猜到了，你是韩信。诸葛亮也震惊了，兵仙韩信啊！这嬴政一脸懵逼，谁呀这是？后来听诸葛亮一番解释后，他笑了，对韩信说道：你好，我是秦始皇，现在遇到了点困难，想寻求你的帮助。事成后，我封你为大将军。哦对，这里给大家补充下设定，朱棣为什么一直不模拟主角朱孝樊呢？那是因为模拟器上显示他亲密度不够，无法模拟，所以朱棣也一直在努力提高亲密度。话不多说，第二天早朝他又打开了模拟系统。